重生回到柳家，请我医治柳如烟的那天，这次我只是挑了挑眉，看着轮椅上的柳如烟。刘小姐这双腿废了，无人能治。只因上一是我天生药体，体内的血能治百病。在治好金圈公主汤放的双腿后，柳家将柳如烟嫁给我。而在结婚当天，我们也得到消息，为柳如烟爬山采雪莲的楚生一失足摔入悬崖，下落不明。而1年后，柳如烟找到楚生被冰封的尸体，逼我割腕放血救他。明明等楚生摘回雪莲治好我们就能白头偕老，是你害死了他。庄必凡，你不说自己的血是神药吗？那你就让楚生活过来。楚生已经死了1年，我只能治病，没有起死回生的本领。可柳如烟听不进我的解释，割了我的腕，眼睁睁看着我血流身亡。再睁眼，我回到治疗当天，这一世我不会再参与他们的纠缠，愿他们真的能白头偕老。刘小姐这双腿，我爱莫能助。柳如烟听到我说的话，清甜的嗓音中压着怒火。妈妈，楚生已经飞往雪山了，等他带回天山雪莲，我的腿肯定能治好。我的事就不劳他人费心了。柳夫人长叹一口气，天山雪莲只是对你腿有恢复作用，可要让你重新站起来，这远远不够。庄家是你最后的希望。听到刘母这么一说，柳如烟顿时火冒三丈，她依旧固执己见。我说了，楚生肯定能治好我。我深深地看柳如烟一眼，向柳夫人告别离开。刚走出柳家大门，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停在我面前，妇人从车里走出来，跪在我面前。庄先生，请您救救我女儿吧。原来1年前的意外，受伤的不只有柳如烟，还有她的死对头宋家宋宁。那场车祸过后，宋宁成了半死不活的植物人。可经历了惨痛的上一世，我不会再随意用自己的血救人，所以我拒绝了宋夫人的请求。1周后，我收到柳家宴会的邀请函，楚生带着天山雪莲回来了。柳夫人怕楚生的药有问题，拜托我到场检查。刚到现场，我跟刘母打了个招呼，这时就看到楚生站在柳如烟身边，对着刘母说：“阿姨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能让如烟站起来。为了这朵天山雪莲，我差点死在了雪山里。”柳如烟一脸感动。楚生，等我站起来，我要穿上最美的婚纱嫁给你。如烟，我会等的那一天的。楚生转头看着我，笑容意味不明。我和那些招摇撞骗的庸医可不一样，我确定自己能治好如烟的双腿。话音刚落，一名曾经为柳如烟治过腿的名医脸色变得难看。就连医药世家庄家的王先生也说柳小姐的腿治不好，我就不信你一个愣头青有这本事。柳如烟笑得一脸得意，我相信楚生一定能治好我。我没忍住嗤笑。楚生以为我在嘲笑他。王先生，听说你是王家这一代最出色的医师，可你先是拒绝柳家，后又拒绝宋家，很难不让人怀疑，其实你根本不会治病。那我很期待楚先生让柳小姐站起的那天。楚生见我不怒反笑，被气得浑身发抖。你是不是被我抢了风头，心里有气？我知道你想要娶如烟，可如烟喜欢的人是我，能治好她双腿的人也只有我。我懒得搭理他，不屑地说道：“柳夫人请我来是为了检查楚先生的药，既然刘小姐这么相信楚先生，那就不用我多管闲事了。”说完，我想离开，楚生挡住我的去路。庄必凡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听不懂就去查字典。庄必凡，你敢不敢和我打赌？不，我们谁能治好如烟的腿？输的人下跪认输，从此不准踏入京师。我可以和你赌，不过我不治柳如烟，我要治宋家小姐宋宁。宋家小姐不是成了植物人吗？这个比刘小姐的腿难治多了。要不是宋家花重金让宋小姐吊着一口气，宋小姐怕是早就没救了。要是庄先生能让宋小姐清醒，那真是医学史上的奇迹。听到周围人的议论，楚生眼里闪过金光。我答应你，在场这多人做见证。庄必凡，到时候输了你可不能反悔。我勾了勾嘴角，我不会输。说完，我径直走了。当晚，我们打赌的消息传了整个京圈。第二天一早，宋夫人接我去医院，我拿出提前准备好的血药，扶起宋宁的头，小心翼翼为她喝下。最多只要7天，宋小姐就能苏醒。楚先生，谢谢你，无论这次阿宁能不能清醒，我们宋家都会念你这份恩情。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提出来，我们能做到一定去做。宋夫人，我就宋宁不图什么，我只想赢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能让宋宁清醒。宋夫人感动的红了眼。1周过去后，当我还在医院着急的等待时，病床上突然传来动静，我连忙起身走过去。宋宁醒了。庄必凡，我一脸诧异，你认识我？他来不及回答我，宋夫人就激动地跑了进来了。我将空间留给他们母女2人。刚走出病房，柳夫人又给我发来视频，柳如烟双腿萎缩得更严重了。这肯定和楚生的药脱不了关系。上一世柳如烟信誓旦旦说楚生带回天山雪莲一定能治好他，不知道这一世的柳如烟在面对楚生毁了他的双腿后，还会不会原谅他，还要不要和他白头偕老？很快就到了我和楚生约定的第10天，京圈世家几乎都来到柳家看热闹。当我和宋宁走进宴会厅时，在场宾客惊讶了瞪大了眼睛。这是宋宁宋小姐吗？我不是眼花了吧？她真的苏醒了。庄家真不愧是有神医之称，所有医院都说没救了的植物人都能治好。在场的议论声让楚生白了，他不可置信地看向我。你居然真的让宋宁醒来了？我冷笑一声，你输了，该履行赌约了吧？众人看好戏的眼神落在他身上。楚生，愿赌服输，你该向庄必凡下跪认输了。快点跪吧，跪完就赶紧离开京市。楚生抬头向2楼方向望去，眼里满是着急和慌张。就在他被迫要向我跪下时，2楼突然响起柳如烟的声音：“谁说我们输了？”众人随着声音抬头看去，只见柳如烟穿着一袭高定长裙，站在2楼的楼梯口。天哪，柳如烟的腿也治好了。看来这楚生真有点手段，连庄必凡都说治不好了，他居然能成功。楚生眼里流露出得意。你看到了没有？如烟站起来了。柳如烟居高临下俯视我。庄必凡，你说我无人能治，可现在我好端端站在你面前了，你还不承认自己是庸医？我摇了摇头。柳如烟，你之前的腿或许能治，可现在是真的没救了。他眸中窜起怒，咬着牙。庄必凡，我看你还要嘴硬到什么时候？话落，他抬脚走下楼梯，我心里默默倒数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。还没等我数到1，只听砰的一声，他整个人跪倒从楼梯上摔下来。刘小姐的腿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楚生呢？他不是说我的腿治好了吗？楚生吓得脸色惨白，说话哆哆嗦嗦。怎么会这样？如烟刚刚明明都站起来了。
畜生，你口口声声向我保证能治好如烟，你看看你把他害成了什么样！要是如烟的这双腿有什么事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来人，把畜生给我关起来，别让他跑了。如烟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害你啊！如烟，你快让他们放开我！庄先生，你看看这该怎么办？如烟的腿还能挽救吗？太晚了，送他去医院做截肢吧，至少还能把命保住。我的话语刚落，柳夫人也翻晕了过去。庄必凡，你个庸医，我是不会截肢的。你就是因为娶不到我记恨我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柳如烟，我记恨你，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。楚生给你用的什么药，你心里清楚。柳如烟，你是死是活，我都毫不在意。话落，我转身离去。庄必凡，你早就知道柳如烟的腿会变成这样，对吗？你是在怪我没有提醒他吗？不是，你误会我了。我和他根本不对付，他落得今天这个下场是他自作自受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我只是好奇你为什么会这么笃定他的腿会出事。柳夫人给我看过楚生配药的视频，其中一个液体没有标签，之前我只是怀疑，在看到柳如烟站起来后，我猜那瓶液体是石碟水，会让人由内腐烂，但在彻底腐烂前几分钟，又能让瘫痪的肢体恢复正常。楚生是故意要害柳如烟吗？我不知道，他或许是自信过头，或许是被人利用了。刚到宋家门口，柳夫人又打来了电话。庄先生，能不能麻烦你再来医院一趟？我实在不知道该找谁了。我说了我不同意截肢，你们就听信庄必凡那个庸医的鬼话。我的腿明明还能治，楚生说了这都是正常反应，等骨肉重塑后我就能重新站起来了。肯定是我今天一时心急摔跤才会把腿弄成这样。如烟，医院的医生也说你现在必须截肢，再拖下去你的命都保不住了。你就听妈妈的话好不好？去做手术吧。庄先生，医生说这场手术他们没有十足把握，我求你来帮忙看一下。不是我不想帮你，现在柳如烟最不想看到人就是我，无论我说什么，她都觉得我要害她。她不是很相信楚生吗？不如你让楚生来劝劝她。你要去救他吗？不救，我只想去欣赏他生不如死的模样。你这么恨他，据我所知，你们之前没有什么恩怨。他欠我一条命。刚到医院就看见楚生紧握着柳如烟的手。如烟，你痛不痛？都怪我。楚生，我的腿只是在重塑骨肉，根本不用截肢，对不对？楚生犹豫再三，还是开了口。如烟，你还是听医生的吧，你的腿可能真的保不住了。柳如烟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。楚生，你不是信誓旦旦向我保证一定能治好我的腿吗？难道真的像庄必凡说的，是你把我害成了这副模样？不是我，如烟，我没有害你，我知道了。庄必凡肯定是你在我的药里做了手脚，你就是看不得我和如烟在一起，就因为如烟不愿意嫁给你，所以你就要害死她，对不对？楚生，你说话要讲证据。从打赌那天起，我连柳家的门都没进过，怎么有机会对你的要动手脚？而且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说过要娶柳如烟，这都是你们的一厢情愿。谁不知道你一回国听到如烟瘫痪的消息，连家都没回就跑去看她，这事你怎么解释？柳如烟曾救过我，所以我才会不惜一切想要治好她，以报答她的救命之恩。可这一世，我早就拒绝给柳如烟治腿了，因为这份恩情，我在上一世已经拿命抵了。医者仁心，懂吗？任何一个患者真心找我治病，我都会尽力救他们。你自己医术不佳，别什么屎盆子都扣在我身上。庄必凡，就是你做手脚了，是你害得如烟失去了双腿。够了，现在你们争论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能保住我的腿吗？妈妈，通知医生做手术吧。柳如烟偷走的东西是不是该物归原主了？宋宁一把撤下柳如烟脖子上的项链，我死死盯着宋宁手上的项链，背上爬上一阵寒意。难道当初救我的人是宋宁？我6岁那年被绑架，是一个女孩救了我，我将项链送给她作为信物。后来我被家里人送到了国外，15年后回国，见到柳如烟时，一眼就认出了她脖子上的这条项链。可这项链的主人居然是宋宁，所以上一世我认错了人，害死了自己。你以为我到现在都没找你麻烦，是不知道那场车祸的真相吗？等你活着从手术室走出来，我再和你好好算账。宋宁，当年救我的那个孩子是你对吗？必凡，你终于想起我了，我就猜到你因为这条项链错把柳如烟认成了我。当时天太黑，我没有看清楚你的长相，不过这条项链为什么会在柳如烟的手里？我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丢了，没想到在她手里，她肯定是看我是这条项链为珍宝，就给偷走了。如果不是柳如烟抢走宋宁的项链，我上一世根本不会因为她丢了命，还错过救宋宁的时机。还好，上天又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。这时，柳如烟从手术室出来了，我看着她空荡荡下身，很期待她醒来时的表情。楚生，即便你没有治好我，我也愿意嫁给你。等我出院后，我们就举办婚礼吧。如烟，养好你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事，结婚的事以后再说吧。楚生，你是在嫌弃我吗？楚生，你的药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，那药瓶里装的是石碟水，是让人身体腐烂的毒药，是你把如烟害成了这副模样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妈妈，是不是弄错了？楚生怎么可能会害我？石碟水怎么可能是毒药？他明明告诉我这个药可以治好如烟的腿，他怎么能骗我？如烟肯定是哪里弄错了，我不可能伤害你。楚生，居然真的是你，是你把我害成了废人。我和宋宁默默离开，留下空间让他们自己处理家事。1月后，我和宋宁约会时，他告诉了我真相。楚生根本没有去雪山摘天山雪莲，而是给女老板当了1个月的舔狗，以换取那所谓的神药。可那女老板却是柳如烟曾经得罪过的人，他就利用楚生陷害柳如烟。3个月后，我捧着玫瑰花向宋宁求婚。宋宁，小时候你帮了我，现在我又救了你，这是我们命中注定的缘分，所以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宋宁感动到落泪，刚要说出我愿意，身后突然传来柳如烟的怒吼声。必凡，你不能娶她！我都想起来了，上一世是我对不起你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重新回到我身边好不好？这次我一定会乖乖听你的话。柳如烟竟然也在这一刻重生了。柳如烟，我和必凡早就在一起了，之前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，
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柳如烟哀求地看着庄必凡，必凡，我知道你也重生了，不然这一世你不会对我见死不救。我知道你心里怨我、恨我，这都是我的错，可我后悔了，我后悔自己没有珍惜你，后悔那样对你。其实我爱的人是你，只是我自己不知道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柳如烟，你后悔什么？这不就是你上一世想要的结局吗？而且我从未爱过你，要不是你偷走宋宁的项链，害我认错人，上一世我也不会出手救你。我拉着宋宁的手转身离开，柳如烟想要追，却从轮椅上摔了下来。必凡，我摔跤了，好痛啊！我没有回头，反而走得更快了。弟弟跟客户发生争执，失手捅了对方。得知消息的爸妈第一时间找到我，苦苦哀求让我替弟弟顶罪，并承诺出来后会将公司交给我打理。就连同床共枕的妻子也劝我。最终，在他们的轮番攻势下，我心软了，主动去公安机关投案自首。万万没想到，受害人因抢救无效死在了医院。我硬着头皮认下了一切，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。然而，直到出狱那天，我才知道爸妈早已离世，遗产也全给了弟弟。往日的妻子变成了弟妹，儿子变成了侄子。可别怪嫂子改嫁，孤儿寡母的，这些年如果没个人照顾，太难了。孩子总归是姓庄，也是庄家的血脉，叫谁爸爸不是一样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我在牢里救过别人的命。出狱那天，豪车更是把整条马路都堵死了。1周后的某天，我起身去盛第2碗饭，发现锅里已经空空如也。老婆，怎么不多煮些？这点米饭哪够哥吃的？煮多些，煮多些，我煮的已经够多了，每天光吃不干活，饭量却比猪还大，谁养得起他？我尴尬地站在那，走也不是，坐也不是。儿子庄承轩眼中露出厌烦之色，重重将碗筷一扔，上楼去了。弟弟则一边拽着沈一宁往外走，一边满脸歉意地笑道：“哥，今天饭煮少了，你就多吃点菜吧，我先跟老婆聊几句，你慢慢吃。”我刚坐下，就听到后院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。亲大哥又怎么样？谁规定亲大哥就能白吃白住不干活了？老婆，你就少说几句吧，轻点声。原来你还知道我是你老婆，不是请来的佣人。我哥坐了20年的牢，狱里清汤寡水饿坏了，出来后多吃2碗饭也很正常，你就不能多担待一些吗？担待个屁！他现在又不是我老公，凭什么让我担待？告诉你庄天赐，这饭谁爱煮谁煮，反正老娘是不伺候了。而且他住我们家已经够久了，也该滚了吧？我默默起身回屋收拾行李，正要走出别墅大门，弟弟却拦住了去路。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去租房子，在你这打扰了1星期，也该走了。别怪一宁，他只是随口发牢骚而已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的家就是你的家，随便住。在弟弟的一再挽留下，我还是放下了行李。其实我也不想离开，在监狱里的7000多个日日夜夜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妻儿。晚上，儿子庄承轩第一次敲开了我的房门。大伯，聊几句。大伯2个字，就像一盆冷水浇落，让我从头凉到脚。当年最喜欢黏我的人，现在连多靠近半步都不愿意。小轩，对不起，这些年我没有尽到养育你的责任。停，大伯，我今天来找你不是为了聊这些，而且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我一直都过得很好，很幸福。那你这是这样的，今天你也看到了，自从你住进我们家后，我爸妈的争吵一直没有停息过，而他们以前是很恩爱的，在我的印象里，20年来几乎没有红过眼。大伯，虽然我们是亲戚，但你总不可能在这里住一辈子，况且你才40来岁，完全有养活自己的能力。我默默的点了点头，脑海中回荡的却是出狱当天陆枫和萧然的苦苦劝说。庄哥，你救过我们的命，一辈子都是我们大哥。江城的小地方就别回去了，跟我们出国享福吧。不行，我还有老婆孩子，我放不下他们。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他们一次都没来探望过你，估计早就把你忘记了。没错，庄哥，听我们的，一起出国。一次狱中发生火灾，我奋不顾身救了他们的性命，所以2人心存感激，一直想方设法的报恩。最终我还是谢绝了他们的好意，选择回到江城。可做梦也没想到，只住了2周，儿子就对我说出这种话来。大伯，我知道你为什么赖着不走，你是想我爸兑现当年的承诺，把公司分你一半吧？我愕然抬头，正好与庄承轩讥讽的目光对视，我以为他也知道这事。劝你就别做白日梦了，我爸的公司跟你没半毛钱关系。当年你为了帮他追讨货款，失手捅死了客户，已经给公司造成了极大的损失，差点破产。要不是我爸日夜操劳，力挽狂澜，公司哪有今天这么大的规模？终于知道亲生儿子为何对我如此仇视和怨恨了。原来弟弟和沈一宁一直在欺骗他。小轩，你到底想我怎么样？很简单，离开我的家，找个工作养活自己。如果实在找不到，我可以帮忙。好吧，那就麻烦你了。事不宜迟，就从明天开始吧。第2天一早，庄承轩就带我来到了附近的小区。经理见我年纪不算太大，疑惑问道：“庄公子，我们小区比较老旧，活儿又脏又累，工资又低，确定你大伯要来当保洁？”确定，他刚坐完牢出来，能找到工作就不错了。真，为什么不让他去庄司集团上班？我听说也在招保洁，不比我们这强多了。我爸说了，招人最好不要招亲戚，太难管理。那倒也是。我签下临时聘用合同。庄承轩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大伯，从今天开始你就别回去了，住这挺好的，你的行李我会派人送过来，好好干。我先回去了。等一下，小轩，你是不是下星期结婚？是的。那大伯可以去参加吗？他面露纠结，犹豫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松了口。想去就去吧，但我得提醒你一句，婚礼上全是江城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别丢了庄家的脸面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注意的。随后他放了1000块钱在桌上，去买套好点的衣服，如果穿得破破烂烂，连酒店的门你都进不了。弟弟一直没有提起过儿子的婚事，庄刘2家联姻的消息，我还是在新闻上看到的。亲眼看到孩子步入婚姻殿堂，是每个父母最期待的事情，我也不例外。等婚礼结束我就离开吧，再也不打扰他们的生活了。
紧接着，我给陆枫和萧然发了消息，5秒不到就有了回复。庄哥，您终于想通了，太好了，我们做梦都等着这一天。到时候我安排人去接您。很快，时间来到儿子结婚那天，我一大早就跟经理请了假，打个车前往酒店。然而进门的时候，我却被保安拦了下来。干什么的？我是男方家的亲戚，来参加婚宴的。有请帖吗？我傻了，庄天赐连婚礼都不肯告诉我，哪会有请帖派发？没请帖，那就给老子有多远滚多远。去。就在保安推搡我时，恰好沈一宁走了出来，她一身盛装，显得雍容华贵。让他进来吧。保安这才放开我。你怎么来了？孩子结婚，我作为父亲。行了，别说了，跟我来。沈一宁将我硬拽到一个偏僻的小房间，警告道：庄必凡，我可以让你进来，但你要管住自己的嘴，别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。从婚礼开始到结束，你最好老老实实待在这里，我会让人送点酒菜过来。说完他就离开了。没过多久，服务员送来一份盒饭，而外边也响起了激昂的音乐声。我实在忍不住，悄悄离开小房间，来到了宴会大厅，透过人群，默默看着台上新人。原本一切都很顺利，可在交换戒指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新娘打开盒子，发现里边空空如也，顿时愣住。结婚戒指去哪了？不会没准备吧？哪有这么儿戏？这可是一场世纪婚礼，都登报了。我听说婚戒是从法国订回来的，光上面一枚红宝石就价值100万，不会是被人偷了吧？就在这时，忽然有人在我背后用力推了一把，我猝不及防，摔倒在人群中央。这不是天赐的哥哥庄必凡吗？他怎么也来参加婚礼了？他可是个劳改犯啊，戒指会不会是他偷的？很有可能，他连人都敢杀，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？听到议论声后，几个柳家人冲了过来，一把将我架起，不由分说就开始搜身。放开我，我不是小偷。然而下一秒，我惊愕地睁大了眼睛，柳家人竟真从我的口袋里摸出了一枚钻戒，和儿子手里那枚一模一样。原来真是他干的。之前我就在群里提议把这劳改犯踢出族谱，可惜天赐还是心太软。现在好了，我们老庄家的脸面全被他败光了，就不该让他参加婚礼。当我被千夫所指时，庄天赐带着妻儿走了过来，他满脸的痛心疾首。哥，缺钱用你可以跟我说啊，为什么要偷东西？你偷什么不好，偏偏要偷结婚戒指？看吧，好好的婚礼被你搞成什么样子了？我之前交代过的事情，为什么就是不听呢？沈一宁没说话，但脸上是深深的憎恶和恨意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偷我女儿的钻戒！我没偷。话还没说完，庄天赐一记耳光重重扇在我的脸上。哥，你就闭嘴吧！现在人赃并获，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亲家，虽然庄必凡是我大哥，但犯了错就得接受惩罚。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。我刚才听到有人说他坐过牢。没错，他20年前过失杀人，直到上个月才出狱。我抬头死死盯着他，眼睛猩红。20年前明明是他苦苦劝说，让我替庄天赐顶罪，现在竟然颠倒黑白。像这种有前科的人，就别让他参加婚礼了。是，都怪我疏忽大意，我这就报警。报警？这也太便宜他了，敢偷我的婚戒，怎么也得吃点教训吧。好，就依宝贝女儿的。柳宗南一挥手，一名保镖抽出甩棍，狠狠砸在我的手臂上。我大声惨叫，苦苦哀求放过。好好的婚宴成了处决小偷的刑罚大会，似乎觉得不够解气，新娘想把我的另一只手也打断。柳宗南正要下令，一名知客突然跑了进来，附耳几句后，柳宗南惊喜交加。你说什么？恒安国际的王总来了，快去迎接。算了，还是我亲自去吧。柳宗南匆匆离开，宾客们开始交头接耳。王总是什么来头？至于让柳家主亲自迎接？这你都不知道。恒安国际可是世界100强企业，王总正是亚洲区的负责人。如果不是背靠这棵大树，柳家根本没有今天的辉煌。闻言，庄天赐眼中亮起了光芒，他小声吩咐道：儿子，这王总可是真正的大人物，待会嘴巴甜一些，千万要给他留个好印象。我们公司能不能一飞冲天，就看你的了。庄承轩也很激动，连连点头。正说着，一行人走进了大厅中，为首是一名50来岁的中年人，相貌威严。柳宗南点头哈腰的陪在一旁。王总，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参加小女的婚礼。其实我今天来江城的目的是接人，恰好路过，进来打个招呼而已。江城这种小地方，还有能让王总屈尊降贵，亲自来接的人会是谁？他正要追问，王总已经看见了被保镖架着的我。他是什么人？王总，他是刚刚抓到的小偷，偷了我女儿的钻戒，所以我让人狠狠教训了一顿。你们江城的治安也太差了吧，连这种规格的婚礼也能让小偷混进来。柳宗南面露尴尬，庄承轩趁机上前谄媚笑道：王总，其实这小偷是我大伯，刚坐完牢出来，所以没太提防着他，我们也没想到他手脚会这么不干净。刚坐完牢出来，你大伯叫什么名字？庄必凡。什么？这庄必凡？王总突如其来的惊讶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就在大家疑惑不解时，王总掏出手机点开一张照片，与我仔细对比了几秒后，脸色狂变。我操！柳宗南，你小子闯大祸了！知道我今天要接的人是谁吗？难道是他？没错，还不赶紧把庄先生放了，叫救护车！柳宗南从未见过王总如此生气的模样，顿时吓了一哆嗦。庄天赐也满脸的不敢置信。王总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我哥就一劳改犯，一没收入，二没住所，就算是坐牢之前，也只是一个普通工人而已。对啊，王总，这世上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了，
您肯定是弄错了。你们是说我老王眼睛瞎了，连人都认不准？不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王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哼，告诉你们也无妨。庄先生是我老板的大哥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。13年前，老板在国内被人陷害坐牢，恰好与庄先生关在同一牢房里。一次狱中失火，老板吸入过量烟尘昏厥，幸亏庄先生舍命相救，逃过一劫。自那时候起，老板就认了庄先生为大哥。除此之外，庄先生也是云顶骁董的救命恩人。我这次来江城，就是为了接庄先生出去享福的。所有人都惊呆了。云顶是赫赫有名的国际风投公司，单论影响力的话，甚至还在恒安之上。柳宗南冷汗直流，庄天赐和庄承轩更是感觉天斗他了。王总，这一切都是误会。如果到时候陆董追究起来，还请帮忙解释一下。误会？你把庄先生弄成这样，人都已经昏厥过去了，还说是误会？王总，我爸没有做错，戒指是从庄必凡身上搜出来的，他确确实实是个小偷。哼，半个月前庄先生出狱的时候，谢绝了老板的100亿黑卡，区区钻戒，你觉得他会看得上？还特意跑到婚礼现场来偷。新娘傻眼了，顿时哑口无言。今天的事情，我会找人调查清楚的。敢诬陷和伤害庄先生的人，一个也跑不了。听到这句话后，庄天赐和沈一宁两腿发软，差点跪在了地上。得知我受伤的消息后，陆枫和萧然第一时间赶回了国内。大哥，您受苦了。手还痛吗？我躺在床上摇头苦笑，已经不痛了。陆枫得知事情经过后，气得火冒三丈。大哥放心，这一次我们会为你讨回公道。在他们的全力配合下，警方很快调取酒店监控，查明了真相。原来那枚婚戒是庄天赐偷的，他交给沈一宁，让他在拽我进小房间时，悄悄塞进了我的口袋里。看完所有视频后，我的心隐隐作痛。一个是我的亲弟弟，一个是我曾经同床共枕的妻子，没想到他们竟要害我至此。住院的第3天，柳宗南带着女儿和一帮族人赶了过来。庄先生，那天婚戒确实不是您偷的，完完全全是个误会，怪我和女儿先入为主，有眼无珠冒犯了您，打伤了你的胳膊，更是我们的不对。这是柳氏集团3成的股份，请您收下吧，只要您肯原谅我们，接下来让我们做什么都行。原来这2天在陆枫和萧然的联合打压下，刚上市不到1年的柳氏集团股价连续暴跌，现在没人敢跟柳氏集团做生意，投资人纷纷撤资，就连供应商都跑光了。为了不让自己倾家荡产，柳宗南出于无奈，只能靠大出血来祈求我的原谅。庄哥，您有什么想法，尽管说出来便是，小小一个柳氏集团而已，不用太过放在心上。我是个粗人，不懂商业上的弯弯绕绕，没什么想法，你们看着办就是了。陆枫和萧然对视一眼，笑了。一个电话，医院里涌入大群保镖，开始驱赶柳家人。柳宗南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拼命挣扎哀嚎。庄先生，我们知道错了。庄天赐那个王八蛋为了不用兑现当年分你1半公司的承诺，把我们当枪使了。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，都怪自己太过愚蠢，没看出他的狼子野心。这样吧，我可以给您6成股份，以后柳氏集团完全由您做主。我让萧然把门打开，柳宗南还以为我心软了，露出喜色。可我接下来的话，让他彻底心如死灰。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而是怕了。滚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们。让他们出去。还有，明天早上我要让庄哥听到柳氏集团破产的消息。第2天上午，柳氏集团果然宣布破产退市，柳宗南无力偿还巨额债务，被送进了监狱。柳家完蛋了，庄天赐自然也好不到哪去。被警方传讯过一次后，他心知不妙，竟然将公司股权和房产全部变卖，带着妻儿连夜逃往迪拜。陆枫和萧然一直没有动庄家，是因为我没点头。原本只要庄天赐肯诚心诚意的道歉，就算不拿出1半公司，我也可能会选择原谅。可他偏偏做出了最愚蠢的选择，那就怪不得我无情无义了。在我的吩咐下，陆枫动用关系，让庄天赐一家刚下飞机就被有心人盯上，人生地不熟的3人，在迪拜这种纸醉金迷的地方，1星期不到就被骗了个精光。又是一年清明节，我回老家祭祖，顺便去探监。大对不起，在监狱里的7000多个日日夜夜，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念儿子的一声爸爸。现在虽然如愿了，心里却翻不起半点波来。庄承轩，你认错人了，我是你大伯，不是你爸爸。等出来之后，我会帮你找份工作，至少下半辈子不用混吃等死。我戴上墨镜，起身正要离开，庄承轩突然像疯了一样拼命捶打玻璃。大，我知道你有钱，随便请几个大律师就能帮我减刑，求求你了，救我出去吧。我淡淡一笑，转身离开。狱警抽出警棍，将他强行拖回了牢房。走出监狱大门，外面阳光正好，照在身上暖洋洋的，舒服而又惬意。远处的妻子牵着双胞胎女儿的小手，正在对我微笑招手。重生回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在父亲公布继承者的当天删掉所有方案，并且立马与父亲断绝关系，只因上一世爸爸说谁能写出一份让公司革新的方案，张家的公司就交给谁继承。我不眠不休地奔走在各家合作商之间，好不容易才将方案落地。可在继承公司当天，弟弟却拿出了一份一模一样的文件，创作时间还比我早了1天。弟弟被全公司上下拥护成为新一任董事长，我却被众人责骂无耻剽窃。爸爸当场宣布将我赶出张家，收走了我名下所有资产。弟弟更是联系了各大媒体对我抄袭的行为进行曝光，我被网暴逼入绝境，最后被送入监狱郁郁而终。在睁眼我回到家族会议当天，爸爸在张家各位长辈面前表示，谁能先一步想出公司的革新方案，公司就交由谁来继承。鼓掌声将我从前世的记忆中拉回。二高子，你进公司的时间早又是哥哥，公司现在的发展情况不太好，我的年纪也大了，以后还是要交给你们，你们可得努力啊。听着他和前世一样的话，我忍不住攥紧了拳头。张晨光急忙开口安慰，放心吧爸，大家都说哥是商业奇才，他肯定有办法改变公司的现状，您就别操心了，身体要紧。
他的话和前世如出一辙，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善良谦让的弟弟会有那样阴险狡诈的一面。既然辛辛苦苦写的策划案注定会落在他头上，那这公司谁爱继承谁继承吧。我哪有大家说的那么厉害？之前都是爸在帮衬的，我自己一个人肯定写不出方案。公司的未来还是要交给晨光啊！听见我打退堂鼓，众人都沉了脸色，张晨光更是着急万分。哥怎么到这时候还说气话？就算有爸帮忙，哥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啊！现在公司已经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，你可不能泄气。爸爸更是面色阴沉地看着我。这不是你闹脾气的时候，张氏倒了，你以为你还能过好日子吗？外面的合作商不说，就是公司股东那些本金你都赔不起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我不是让你选，我是在通知你。看他此刻神色焦急，我不动声色地应下来。爸，你放心，你说的我都明白，我会努力为公司想办法的。离开的路上，我脑海里飞速思考着前世的每一个细节。方案写出来后，我只给爸爸一个人看过，可我跟张晨光都是他的亲生儿子，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张家，他应该不可能偷我的方案。那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呢？我百思不得其解，翻阅着各大合作商的联系方式，这些公司都是未婚妻柳如烟推荐的，难道是他泄了密？我删除了他给我发的合作商，这次准备自己找，我就不信张晨光还能偷。回到家，我开始自己思索革新的方案。3个小时后，我终于有了思路，却没第一时间写下来，而是给柳如烟发了一条消息，试探他身在何处。很快，对方回复了一条偷拍的视频，他在参加股东大会。见他没有偷袭的时间，我松了口气，开车去了公司。无法确定偷我文件的人是谁，那现在公司里的每个人都有嫌疑。一进公司就看到王叔。你方案写的怎么样了？需不需要王叔帮你？听说你弟弟已经有思路了，你一直比他厉害，可不能落后啊！公司交给你，我才能放心。我心里咯噔一声，急忙跟他告别后，借口送咖啡进了张晨光的办公室。果然在他桌上看见一张草稿纸，上面清晰地列出了我刚刚想的思路。我表面不动声色地跟他恭喜，转头回到自己办公室，反手推翻了之前的想法，刚重新写了一份思路。张晨光端着咖啡敲响了我的门。哥，你还在写啊？快喝点咖啡提提神嘛。对了，给你看看我刚想出来的方案，可惜还是个雏形，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他拿出了一张跟我一模一样的思路图，我捏着纸张的手越来越紧，难道重生一次，我还是逃不过被抄袭的命运？我狼狈地逃出了办公室，将刚刚写下的思路扔进了粉碎机里。当晚我买了一瓶酒去爸爸那探他的口风，却听见他说张晨光到现在还没写出方案的雏形，言语间他失望地叹气。到底是比不上你啊，晨光想管理公司，还是要多练几年。我松了口气，幸好还来得及。借着酒意，我重新思考了一条路，跟爸爸说了自己的想法。以后公司就靠你了，再不改革，张氏集团就要被淘汰了。你的想法很好，爸爸支持你。这次有爸爸做证人，我就不信张晨光还能抄袭我的方案。可第二天一早，我进公司大门时，就听见员工窃窃私语：“你听说了吗？晨光少爷去了山钢集团谈合作呢，听说方案都写出来了。”山钢集团，我脑海里轰然炸响，浑身止不住的凉意。那明明是我昨晚才想出来的合作商，连夜联系了负责人谈合作的事情，他为什么会知道？我急忙拿出手机，给山钢集团的负责人发去合作取消的消息。回到办公室，我检查了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，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。那张晨光到底是从何得知我的想法？难不成他真的能监控我的大脑？等张晨光返回公司时，爸爸大张旗鼓地欢迎他，却只获得合作取消的消息。张晨光说方案还有点问题需要修改，爸爸失望至极，气冲冲地进了我办公室。到底是刚毕业的孩子，连公司的情况都不了解就敢谈合作，害得全公司白高兴一场。你的方案写得怎么样了？你千万不能让爸失望啊！公司未来的发展就靠你一个人了。我强撑着应付了他，等他离开后，立刻拿出手机重新翻找其他适合的合作商。这次我谁也没告诉，联系好对方的负责人，下班后直奔酒店。可还没进门，就听见里面传来张晨光欢快的笑声。不愧是两兄弟啊，想法都一样。你哥前脚刚联系我，你后脚就请我吃饭了。我浑身被冷汗浸湿，急忙离开了酒店。眼看约定的时间要到了，我还没找出抄袭的关键在哪。犹豫过后，我决定放弃本地的合作商，去外地一探究竟。落地后，我第一时间将新的想法写了下来。这次我一反常态，大刀阔斧的改革。第一步就是砍断了张氏集团的大动脉。这样大胆的想法，我就不信张晨光还敢偷。方案写完，我马不停蹄地了解本地的各家企业。之后的一周都忙着走访合作，不管是谁的消息，我一句也没回复。行程完全保密，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去了哪。直到约定的那天，爸爸召开了记者发布会，要公布继承人选定结果，我才出现在现场。听说了吗？晨光少爷把之前的方案和合作商全都推翻了，这次方案太大胆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有用。方案里联系的合作商还都是海市的，离那么远也不知道他是从哪联系的，不愧是董事长的儿子。一瞬间，我浑身血液冷到凝滞。大屏幕上张晨光的改革方案，赫然就是我现在写出来的那份。创作完成的时间依旧比我提前了1日。等他讲述完方案，现场掌声雷动。二高子还等什么？到你了。柳如烟也在这时到场，笑着将我手里的电脑拿走。我一个箭步冲了上去，瞬间将电脑砸了个稀碎。我没写出来，我放弃继承。与此同时，电脑屏幕上张晨光的那份方案也连带着消失了。他瞬间急红了眼。你疯了吗？你在干什么？柳如烟也气得浑身颤抖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柳氏的联姻对象只能是张氏的继承人，你想毁掉婚约？二高子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我爸妈是不会要一个废物进门的。你要是放弃继承，咱俩的婚约就此作废。爸爸气急，当场甩了我一巴掌。你说什么胡话？
放弃继承你就得从张家滚出去。你疯了？你消失了这么久，连个屁都没写出来吗？你进公司的时间比你弟弟早2年，写不出好的还写不出烂的吗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知道家里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吗？你知道这些天为了给你们兄弟拖延时间，我又顶了多大的压力？不用你说，我自己滚，我就是没写出来。这几天我都是在外地旅游，怎么你很着急吗？反正公司已经有弟弟了，有没有我也无关紧要吧。后面的改革让他看着不就行了？张家的钱我1分都不要，我净身出户。话落，我看向柳如烟，满眼失望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背地里做的那些龌龊事吗？据我所知，柳家的股东大会是1个月前召开的，你那天人究竟在哪里？还需要我说破吗？反正你们都喜欢张晨光，就让他留着吧。正好我还不想干了，辞职。以后张家跟我没有半分关系，公司倒闭了也别找我。他们以为偷走我的文件，将我赶出张家，就会让我一败涂地。可惜他们想错了，方案能偷走，可我的经验思路他一辈子也学不到。幸好现在认清了真相，我也不会再被这份虚伪的亲情捆绑。我倒要看看，没有我的扶持，他一个人要怎么把破败的张氏集团重振辉煌。现场的股东们更是坐立难安，急得发疯。开什么玩笑？放弃继承？那张晨光刚毕业2年，就算这次侥幸做出了方案，也不过是运气而已。张氏这么大的企业，怎么能交给一个毛头小子？我不同意，与其让张晨光管理公司，还不如公司现在就宣告倒闭，给我们退回本金，我们自己单干。面对股东的质疑声，爸爸也慌了神。大家冷静一下，这次利益主我已经承诺过，谁写出了革新的方案，公司就交给谁。既然二高子已经自愿放弃继承，那就只剩下张晨光了。他也是我的儿子，我清楚他的实力，他就是刚毕业没经验而已。大家别慌，我会帮着他管理的，在他有足够的能力前，我还不会退休。经历了前世爸爸的指责，现在再看如今他对张晨光的偏爱，两两对比，我满心讽刺。果然他曾经对我的关心和爱护都是装出来的，张晨光才是他早就定好的继承人。股东们对他的话并不买账，柳如烟见状也急了。大家别乱，柳家跟张家早就决定好联姻了，这次晨光继承公司，我也会倾尽一切帮他。我知道张氏的处境很危险，可你们信不过晨光，还信不过柳家吗？有了他的话，现场哄闹声终于渐渐平息。他在众目睽睽下宣布张晨光将会是他的未婚夫。张晨光被他们护在身后，在无人注意的角落，对我勾起得逞的笑脸。既然继承人已经选定了，那就请张晨光少爷好好将刚刚的方案再讲一遍吧，让大家再仔细听听，省得大家都不服气，这样可不利于你后面管理公司呢。张晨光面色惨白，看向屏幕上早就已经消失的方案，他终于慌了。二高子，现在张氏集团已经跟你无关了，晨光什么时候讲具体方案也跟你没关系吧？这可是公司的机密，你在这恐怕不太合适。滚出去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，看公司不行了就放弃继承，你根本就没想过和张家一起共度难关。今天就算是你赢了，你也不配继承公司，公司在你这种人手里不会有好结果的。随便你们，我只是好心提醒一下而已，毕竟股东们可都看着改革方案呢，不当众细讲让大家信服，后面我的好弟弟怎么开展工作呢？既然大家都看我不爽，那我走就是了。站住！我说你怎么刚刚突然放弃继承了？原来是趁人不注意偷偷删除了你弟弟的方案，你快点恢复回来，不然别怪我不给你留脸面。我没想到爸爸为了张晨光能将这样的脏水都泼在我身上，失望至极，我当场气笑出声。我删除他的方案，大家刚刚看得一清二楚，我只删除了自己的，我什么时候动过他的方案？现场这么多镜头，这么多监控，记者都可以为我作证，你别血口喷人。话落，爸爸眼底慌乱起来，柳如烟立刻站出来指责我。我作证，我刚刚亲眼看见你删除了晨光的方案，亏我还以为你是好心不想跟你弟弟争抢，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。二高子，你下三滥的手段简直让我恶心，赶紧把方案还给晨光，不然别怪我报警，这可是涉及公司机密，价值上亿，你赔得起吗？不等我开口，迎面而来的就是爸爸的耳光。你简直太让我失望了，张晨光是你亲弟弟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他？他刚毕业本来就没有经验，能做出这样的方案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你凭什么针对他？我真是白养你20多年，那是张氏集团的革新方案啊！你删掉它，你是想毁了张家不成？公司的情况别人不了解，你还不了解吗？再不变革，张氏就完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跟你有什么仇啊？哥，我知道你看不上我，可我为了公司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了。我不吃不喝写出来的方案，你为什么要删掉啊？我没删除过，既然方案是你不吃不喝写出来的，那你应该很熟悉才是。虽然方案被删除了，你可以背给大家听啊。眼看他脸色苍白，身形摇晃，我再次开口。还是说方案是你偷来的？你根本就不记得里面的内容。话落，周围落针可闻。柳如烟上前一步，用力扇了我一巴掌。你别恶人先告状，之前你在公司里的那些策划案都是我帮你写出来的，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晨光？他辛苦了这么久，我都看在眼里，去外地调研谈合作，我也是全程陪同的，你别想颠倒黑白。我被他突如其来一巴掌扇得摇摇欲坠，张晨光急忙开口解释。
对不起哥，我为了这次的方案熬了1周没怎么合眼，这回脑子都乱了，实在想不起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明明是个显而易见的借口，可偏偏柳如烟当了真。你非要逼死你弟弟才甘心吗？二高子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今天不找回晨光的方案，别怪我不给你留脸面。你弟弟为了公司连身体都累垮了，你怎么忍心做出这样的事？我张家没有你这样的儿子，张氏集团更容不下你这孙大佛。找回文件，你立刻就滚！既然你们都说是我做的，那就报警吧，警方自然不会偏袒任何一方。报警？二高子，你还嫌今天闹的笑话不够吗？你是不是非要丢光张家的脸才甘心？现场的消息一旦传出去，你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吗？你承担不起。我冷笑着看向二人，声音里听不出丝毫情绪。我说报警而已，你们这么害怕干什么？是怕我查出来张晨光的方案抄袭，还是怕我查出来更大的案件？爸爸眼底闪过一丝慌乱，气得双眼通红。孽障，你胡说什么？这方案就是你弟弟写出来的。我趁他们不注意，偷偷在手机上报了警，又悄咪咪地发了条消息。找不出晨光的方案，你就别想从这走出一步。就在这时，张晨光在电脑上点了几下，很快一张方案的草稿就出现在大屏幕上。哥，我知道你不相信我自己能写出方案，这个是我一开始思考的过程，我都记录下来了。方案就是根据这个写出来的。我看向屏幕，上面正是我1周前在飞机上写下的文本。我看向文本下的时间，勾唇笑了笑。真巧，你这个图我也有一张。怪不得你宁愿放弃继承也不拿出方案，原来你是抄袭晨光的，明明是亲兄弟，你的脸皮怎么能这么厚？就在这时，警察从门外冲了进来。刘小姐，您涉嫌传播网络病毒偷窃资料信息，麻烦跟我们走一趟。张晨光先生，您涉嫌窃取商业机密，也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张董事长，有人报案说怀疑你跟18年前的一桩命案有关。我们被带去了警局里，记者在现场记录的视频也同时被传到网上。我将自己的电脑带去警局供他们调查取证。期间，柳如烟要求见我一面，她的无耻还是刷新了我认知的下限。她用我们的婚约威胁我撤销这次报警，说等她回去可以在柳家父母面前替我说好话，到时候我依旧是柳家的女婿。她以为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她在我电脑上动了手脚，还在拿我当傻子骗。可惜我这次不会让她如愿了。警方将她的电脑也带了回来，2台电脑同时排查。2个小时后，警方的技术人员终于找到了隐藏的病毒软件。说下载时间是1年前，我想起那次我电脑坏了，他好心说自己可以帮我修理，没想到他竟然会趁机在我电脑里载入病毒，窃取我电脑里的文件，在我不知情的时候开启摄像头，时刻注意我的动向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才会在第一时间将我写下的东西传给张晨光。警方在他的电脑上找到了跟张晨光传送文件的痕迹，证据确凿，柳如烟再也无法抵赖。爸爸还妄图跟我打亲情牌，让我放弃对他的报警。谈话间，妈妈从门外进来，她面色悚然。18年前，他对外宣告妈妈意外身亡，其实是他自己找了绑匪撕票，可被妈妈逃了出来，还在国外创立了自己的公司。通过他的描述，我才知道张晨光根本不是我妈亲生的儿子，是爸爸在外面养的情人生下的。这些年，为了将张家的所有资产留给张晨光，背地里下了不少功夫。警察立刻去调取张氏集团的财务情况，果然发现了爸爸利用非法手段转移公司财产的证据，而这才是张氏集团走向下坡路的真实原因。他本想借这次机会将公司交给张晨光，将我踢出局，可半途却被我识破。警察抓到了18年前的绑匪，对方也承认了自己曾经被爸爸雇佣。警方调查结束，公布了调查结果，家族长辈立刻将爸爸和张晨光在族谱上除名，将公司交给我管理。妈妈想让我跟他一起去国外，但我拒绝了他的好意。张氏集团的毒瘤已经清除了，接下来我想做出自己的事业。他们被判刑的那天，也是我正式继任董事长的日子。继任后，公司的变革很快就开始了，而我成为了张氏集团有史以来贡献最大的董事长。